都覺得工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只有領薪水的時候很快樂，起薪就是4萬。我覺得人是可以不用上班，但是需要工作，讓我感動，讓我有成就感的事情，跟這个工作扣在一起，樂在快樂這件事情是有可能存在的。嗨，大家，我是小恆。今天這一集的開場怎麼在不一樣的地方？這是我公司我工作的地方，因為這一集呢是我們的1萬訂閱 Q&A 的第2集，要回答觀眾的留言。今天我們要來討論的這一題是樂在工作是不是真實存在的？我就想說，剛好我今天要進公司，我們就在公司錄吧，同時也可以問問看我的同事他們的看法。先跟大家說一下我的工作性質，就是前幾支影片也有跟大家提到我重回職場，我覺得蠻感恩。你說幸運也好，我現在的這個工作是正職，但是只要進公司2天，就是老闆讓我可以在家或是在任何地方工作3天，那也是拜現在這個網絡之賜，所以可以這樣子 work from home， 或是在任何地方，甚至可能任何的城市、任何國家，但是目前還沒有，我就是都是在居家辦公。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觀眾 UVV5492， 他想問的是，覺得樂在工作的人是真實存在的嗎？他說他自己沒有遇過，但是常常聽到大家討論要如何才能提早退休，表示大家都覺得工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他在想說，對於一個很享受工作的人，其實他是不用考慮提早退休這件事，因為對他来說，如果工作很幸福的話，何必要退休？我覺得這點好像也是有道理的。我先來回顧我的工作經歷好了。我的工作經歷其實算蠻少的，就只有剛畢業，然後正職就是進入蘋果日報做9年的文字記者，再來就是自己創業又做了大概7年，我中間有一些空白時期，現在又回來做正職。我去回想我在那9年做蘋果日報記者的時候，你說快不快樂？其實大部分的工作都有苦有樂，應該是這樣說。能夠把興趣跟工作結合的人，我覺得不是沒有，而是應該是非常少，這個比例蠻少。大家可能都很希望興趣可以跟工作結合，這樣我就可以樂在工作嘛，對不對？但是既然這件事情比例這麼低的話，我會認為就是能不能在你的工作當中找到讓你感動的地方，也就是白話一點講，就是這個工作帶給你的成就感是什麼。就拿我以前在蘋果日報來講好了，一天工作時間8-9個小時，然後都在一個辦公室裡，都是寫一些很負能量的新聞，其實真的很痛苦。對我來說，那個工作有沒有帶給我成就跟快樂？對我這種文字記者來說，更是相當低的程度，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寫好的稿子是沒有掛我們的名，是掛外勤記者，所以你也沒有成就感啊。你隔天寫了一個很大的新聞，但沒有人知道這是你寫的就沒有來自那個工作的成就感，以至於我其實在那個工作當中算是痛苦比較多，只有領薪水的時候很快樂，因為蘋果日報給的薪水真的很高。反正他現在也不在了嘛，我就隨便都可以講。2003年我剛進報社的時候，就是完全菜鳥新人，我也不是新聞系，起薪就是4萬。2003年咯，這份工作當時帶給我的快樂，就是在我還23歲的時候，薪水真的是頗高，然後過得蠻快樂。其他的呢，我認為是痛苦居多，因為一坐下來開會就是討論那些很負能量的新聞，然後每天就是在一個很緊張、很高壓，因為新聞媒體就是搶快嘛，沒有快樂，沒有成就，沒有感動。那我回想我是怎麼去找到那個感動，應該可以說就是在那個10小時當中，我就開始寫部落格，我開始做自媒體。我覺得那當中就有讓我帶來感動，可能會有一些分享，然後帶給別人一些能量或影響力的時候，那讀者的回饋，我覺得好快樂哦。所以9年的這個報社的日子怎麼度過？我覺得可以說是我同時有在做自媒體這一塊，但我就把這2件事做一個連結，因為這件事的發生是我在工作當中的。就是現在已經沒有報社沒有老闆才敢講，以前寫部落格都是在上班的時候寫，就是在等待新聞的空檔我就寫。它其實就是去連結的，在這個過程當中，我把讓我感動讓我有成就感的事情跟這個工作擴在一起，所以就讓我在那9年的日子裡稍微覺得沒有那麼痛苦，然後就可以走9年。因為其實一份工作，尤其是菜鳥新人要做9年不容易很多人都1-2年就想要轉職。我現在在想，我當時可能不覺得，我現在在想，可能這件事情我去連接了
這個感動跟價值，所以讓我可以在那個工作做得比較久。那再來我第二個工作，創業寵物，這個工作就比較接近興趣跟工作結合，因為就很愛自己的狗嘛，然後也覺得那些狗狗很可愛。那當然它痛苦的部分絕對有，我覺得任何工作都有它辛苦的地方。它痛苦的地方就是我說嘛，創業當老闆你要懂很多稅務的事情、人事的事情，然後很多行政的事務，不單單只是這個工作上面你原本想象的這個熱情的東西，所以這是它的痛苦面。但開心的另一面就是我每天來就是很多狗狗来，然後都很可愛啊，那我覺得在過程當中看到他們很可愛，然後衝過來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有感動有快樂。客人覺得你把他的狗照顧很好，對於你們的服務他感謝你的時候，這個就是感動，這個就是在那份工作當中他讓我覺得我連接這個感動，讓我可以樂在裡面。好，那就是講到現在好了，我現在的這份工作，當初老闆有問我說可不可以跟我職涯符合，然後我自己本來就喜歡做內容創作，所以我現在就是幫公司，我有一個同事，我等一下要訪問他，然後他現在在那邊抓頭髮，好，讓你準備一下。對，我覺得做內容創作這件事情，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是做內容創作，不論是在我個人的自媒體，還是在公司，這個內容創作在發想的過程，它還是不至於到痛苦，但是就是沒那麼的快樂。但是當這個內容產出之後，有一些讀者，有一些觀眾給你回應的時候，這個當中我覺得我就有感到價值跟成就，我也會因為一個留言的感動，我覺得那個快樂就跑出來，讓我能夠支持做這件事情下去。做影片這件事情好了，我在想我是不是真正喜歡做影片，不見得，但是當這個影片出來之後，大家的留言告訴我這個影片帶給他們什麼這樣的影響，他們被感動的時候，我覺得是這個東西感動了我，讓我覺得在做影片在做內容的時候，我是感到快樂的。當你能找出這個工作能帶給旁人，最重要是帶給你自己什麼樣的感動的時候，你就不會覺得你是在消耗生命。好，比方說如果你是早餐店的员工，你每天油膩膩煎蛋弄得很煩啊，但是如果客人坐下來喝一口豆漿，然後那種很放鬆的神情，然後跟你說老闆你今天這豆漿好好喝，我相信你那一天整天就會感到是快樂。所以我觉得樂在快樂這件事情是有可能存在的，你需要自己去找出那個當中的感动。我觉得人是可以不用上班，但是是需要工作，我們是属是去看的退休这件事情，因為這個定義太狹小，因為很有可能你退休後，但是你還是做着你喜歡做的事情，或許它還是可以為你帶來收入啊。我有關注好幾個50代60代的自媒體創作者他們一樣拍影片分享他們生活，他同時也有收益這個就是所謂的退而不休。我覺得不論在什麼樣子的環境當中，你只要找到那些會讓你有感動，大家比較常說的成就感的时候，你在做什麼事情都會是感到有快樂的。我們現在來問一下同事。等一下，不行，我先問他，我先問他。可以請問一下你的工作是什麼嗎？我的工作是課程顧問兼講師。我現在做的工作是讓我蠻有熱情的，然後也蠻有感動。我在過往的工作當中，我不斷的去了解說，原來我的分析能力很強。因為我每次幫人家分析完，然後人家都會覺得，你幫我分析得很好，我就會得到鼓勵啊。一次两次我就覺得，我的分析能力好像真的很好。我把我最常得到稱讚的那個能力跟我的工作做結合。像我現在做講師，講師就是很需要分析的能力，也很需要這個資料收集啊、分析啊，然後再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所以每次跟大家分享完，大家都会得到一個新的觀點。那當我看到他們得到新的觀點的那個表情，我就會覺得，這個是快樂的，可以做快樂，或者是這個是感動的。那在過程中有沒有快樂？其實我在準備課程的過程中是不快樂的，因為很燒腦啊，就覺得哇，這想不出來，然後也不知道他們的效果會怎樣，所以中間也是蠻 suffer 的。只是我要的就是最後得到的那個，看到他們臉上的表情，點頭，然後笑，然後有那種恍然大悟的感覺，我就覺得，這個是快樂的。那可以把自己最擅長的能力，然後跟工作做結合，那就會很容易從工作裡面得到稱讚。好，我覺得這個是我的小小的見解。謝謝。好，謝謝這位
課程顧問兼講師，自然一點啦。那我們也來問一下同事，我這是要上到自然長這樣，這是要上1萬訂閱的頻道哦。我頻道1萬訂閱嘞，恭喜你。對，好，在你的工作過程中，你有覺得什麼時候或是什麼事情讓你感動？我們的工作可能比較不一樣，我們比較容易受到感動，因為我們就是面對的是一群學員，上課的學員他們會分享很多故事，學員們的回饋有這樣的體驗之後，他們回饋是很多自己人生中的故事，然後聽完我就覺得是讓我很有啟發，跟讓我很受激勵或者說感動的，因為畢竟是我這個年齡沒有辦法聽到的或者看到的一些事情。所以相對來說，我可能比較容易看到、聽到一些很不一樣的東西，所以我會容易受到感動。樂在工作這件事情，我平常可能忙起來就真的很難是好好快樂生活。可是當有一點事情或者有一些故事放在我的腦海裡面的時候，我就會有一種動力去想要聽更多這樣的事情。那就會讓我在平常工作中更有動力。他是年輕世代的哦，跟我世代差很多，29歲、30，反正就是对，就是新世代的，所以他是一種代表，然後我又是另一種代表。簡單來說，我覺得樂在工作這件事情是可以創造，應該這樣說，可以自己去找到的。今天這一集就是回答完 YUVV5492 的答案，謝謝你的提問，也讓我有這個機會重新去檢視我在這個工作的過程當中，到底有沒有樂在裡面，有沒有從裡面找到感動，感動別人也感動自己，也祝福大家在你們的工作當中也可以找到感動你自己的地方。好，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，歡迎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、開啟小鈴鐺，我們下次影片見，拜拜。然後繼續去工作了，拜拜。拜拜。